美国的外交团队是要站在实力的位置说话，还是实力不够要耍滑？天津这一轮外交大战，中国拿出了一个整改清单，面对这个清单，美国还想空口白牙占便宜吗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这个副国务卿谢尔曼呢，这回到天津来跟中国人谈了，大伙儿呢都很关注。不过严格来讲呢，大家关注的就不是这个谈判的结果，而是过程。因为中美之间这个较量啊，就像一个很漫长的这个汽车拉力赛。你像巴黎、达喀尔那一跑多远呢？中美之间这个拉力赛时间就更长了，会很漫长的，不是一两次会谈能解决问题的。你想，拜登政府就算他有心，他也无力，就是面对美国国内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啊，也不是一两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，所以一两年之内都不见得能谈出什么明显的效果。但是既然是拉力赛嘛，就要一站一站的比下去。每次较量的看点呢，就是双方态度和立场的表达，以及双方各种要求的变化。很明显，就是中美这一次会谈开始之前，火药味就比较重了。美国人来之前就说了一个从实力的地位出发，这句话就让中国感觉到美国有点耀武扬威的意思。而会谈之后，中国发布的第一轮消息里边，也极其罕见的只报道了中方的观点，美方代表的话愣是一句没提。是后续透露的消息里边呢，才逐渐的把美国的要求一点点说出来。更有意思的是呢，是有朋友去 CNN 还有福克斯的那个新网站上找美国的相关报道，愣是没找着啊，说明双方的立场差距极大，态度也比较一致，都不想多说。从中国外交部的发布的声音可以听出来，美国呢很有可能是提出了一系列让中国难以接受的要求，或者就是提出了要求之后又完全无视中国的利益，仅仅要求中国满足美国的利益。谢峰副部长的话呢说得很清楚了，是指责美国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，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，单方面受益。这话很明显啊，就是没管中国想要什么。另外呢，通过后续新闻报道，我们能看到中国官方陆续也说了一些美国的要求，以及中国提出2个清单，要求美国进行整改。如果对比一下双方的要求，说实话，要求都不难。美国要求是在气候、伊朗核问题、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合作，而中国2个清单呢，是列举了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不公正的政策。要求高吗？按说都不高。气候问题，中国是在努力的节能减排，实现碳中和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伊朗核问题，中国一直在维护6方会谈成果，是美国当年拆了6方会谈成果的台啊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朝鲜核问题，如果美国不对朝鲜施加巨大的压力，朝鲜还至于搞洲际导弹加核弹头对付美国吗？又不是我们把朝鲜逼成这样的，所以要中国配合可以啊，但是中国想要的结果，你美国给不给？能不能给？谢尔曼来之前说要展示什么是健康的竞争，既然你要健康的竞争，你别开挂呀。要竞争可以，你就算试图保持一些科技秘密，保持科技领先，对中国进行商业上的保密也行啊，咱们就用商业规则竞争没问题。但是商业竞争规则之外你干了什么？人权问题上玩妖魔化对付中国这个把戏我们没法忍吧？对中国的各种政府的活动、官员的活动、留学生进行这种综合性的打击，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进行这种恶意攻击，还指望我们不还手，还要无条件配合美国，凭什么？这更不能忍。这次呢，美国这一轮会谈呢，没法从天津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没有办法让中国甘心为美国服务，没有可能让中国变成美国的跟班。原因是什么？还是美国人自己那句话，从实力的位置出发，还有就是那句健康的竞争。因为中国也可以站在实力的位置跟美国人讲话，论实力，在中国人面前比吧，谁比得过谁？另外，你不是讲健康吗？要健康，你得多吃点药。中国的2个清单就是让美国恢复健康和中国竞争的中药药方。良药苦口啊，谢尔曼也好，布林肯也罢，包括拜登，真要是你们真心为了美国好，这趟来中国别白跑，别辜负了中国的老中医。好，关于美国外交团队的这次天津之行，我们呢就聊到这儿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